赵氏，你为何胆大包天，串通西夏奸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铁证如山，说，你和你那个相好顾千帆串通一气，到底出卖了我朝什么军机？你这是想栽赃陷害？想让我在假证据上面按手印陷害顾副使？做梦！这才是真正的通敌文书。于忠全，你作为皇城4中之人，通敌叛变之外，你还诬陷上官，现在铁证如山。让他走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滋味如何呀？赵娘子，你还好吗？赶紧带走他。是。赵娘子。潘二姐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把你放在这儿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好，谢谢。下。伤口的血在热水里不易凝结，这也太惨了吧！都看清楚了吗？司公恩典，对于受伤的于指挥精心照顾。但生死由命，一切就看阎罗殿要不要收他。今日跟随于指挥之人，把自己的名字报到孔武那，只要你们日后可以闭上自己的嘴巴，我保证可以网开一面。为不使把守是真。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，都怪我没用。这
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尹章。慢点。我一会儿去给你熬点姜汤。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明天你就别去查房了，早点歇着啊。顾副使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找他的。带走他的人跟我们皇城寺有关。尹章，我送你回屋休息吧。我一会儿给你们送点茶过来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怎么知道账本被换过？因为我在里面做了印记。说完了，累了，我去休息了。你就准备跟我说这些是吧？那您还想听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为何会如此的胆大包天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时如果我晚到半步的话，你现在已经凉透了。那是我们皇城寺的清池官，你怎么会选择单枪匹马去对付他？你说够了吗？我都还没问你呢，你还怪我？你不是说你不认识我吗？我的生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良心被于仲权吃了吗？啊？什么叫你的生死与我无关啊？我连夜赶了1个半时辰，从祥福县赶到东京，我为了谁啊？在暗牢里边，我看到你半个身子都在水桶里头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要不是我假装不认识你，给我身边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人知道原来我的死穴是你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死穴？不是吗？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你难道忘记了我是间谍出身？我们的身份就隐匿之间。你现在算是哪一种什么心态？什么身份？这么跟我说话？孩儿，你还没想好就来招惹我？你当我赵盼儿是什么人？夜深路重，男女有别，是我赵盼儿，怒不接待，幸会。别进去了，您就信我这么一回。要是你现在还没想好以后怎么对盼儿姐，不如现在就不进去，否则再多的安慰都是白费啊。
萧府还有些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你今天问我的事情，我会想清楚，然后给你一个答复。这些天，我会让陈莲跟着你，你安心做你的生意。你今天手凉了，泡个热汤，好好休息。卑职不敢有半点隐瞒，于忠全及萧府确实只见了萧大衙内。蒋判绝不肯欺瞒傅氏，傅氏饶命啊！傅氏饶命！带下去。傅氏饶命啊！傅氏蒋判绝不敢欺您啊！还算得聪明。这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，萧相公对您这么好，怎么会和于忠全联合起来害您？原来都是他儿子搞的鬼啊！萧相公平日里最爱的就是消灭阴阳，要我性命倒不至于，但是对付赵盼儿，或是借此事逼我离开黄承思为他所用，倒是像他做出来的事情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于忠全毕竟已经死了，现在除了他手下的那些证词，我们也并没有其他实证啊。要儆侯，自然得先杀鸡。这是我们黄承思送给衙内的礼物。于忠全拖拖拉拉的不来见我，一大早送这个来干嘛？这不是于忠全送给您的。都让开！衙内，区区鸡毛小官就敢欺负到我头上，别人怕黄承思，我可不怕。衙内不可呀！你们都别拦着我！我要是不忘了奇耻大辱，是往生姓萧。衙内，大公子万安。钟叔，是我爹派你回来的。我爹怎么样了？相公一切安好。他听说大公子最近在府内主持大小事务，很有章法，特意派老奴回来打个下手。爹真这么说？您是我爹最心腹的管家，哪里需要劳动着你啊？要不这样，朱叔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出门办件事儿，等您歇好了，我们再聊。公子且慢，我这有封书信，请公子跪听。什么？并非老奴有意为难大公子，相公亲口吩咐，这封书信必须由您跪听。不孝庶子未起，吾离京时嘱汝再三，安常守分，勿招惹是非。不意汝竟勾结贼子，行此败坏家门之事，望汝勿以小人之心无事生非。若汝再生狂妄，当不堪为吾之子。大公子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相公回京之前，就请大公子留在府内，多读些圣贤书吧。父亲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因为相公也收到了顾副使800里飞骑送去的一只鹿腿，还有于忠全亲信的供词。父亲就这么宠爱他？我不过是想整整他，就值得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？相公马上就正位首辅，他只希望在此之前不要起什么风波。黄承思是天子亲兵，前一阵子又奉命调查圣人，
这一切，别拿这搪塞我。父亲真是糊涂，为了他顾千帆，简直昏了头，派你昼夜兼程2天2夜赶回来，居然只是为了他而训斥我。我要告诉娘。公子，容老奴说句放肆的话，您现在只有阴官，并无实职。这一切，可不是夫人的哭闹抱怨就能为您争取到的。听老奴一句劝吧，顾千帆不是你能得罪的人，而且他也不是你的敌人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撵茶的时候我就来过。那你都看见了？看到什么？我用5字撵茶，他们也议论我，原来曾在越级。盼儿，你别这么叫我，你也别过来。我上次跟你说，让你想清楚，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，否则就别来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得很清楚。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我想娶你，我想跟你成亲，我想跟你白头到老。你是疯了吗？你没有看见我在里面跳舞的样子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周婶面前曾经浓妆艳抹、媚意勾引过？你知道吗？除了你熟悉的我，那一面也是我。你是朝廷命官，而我做过乐妓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今天一过，只怕是全东京的人都知道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我要娶你，不是他们娶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在情爱这一块，我可能很迟钝，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。但是我跟你一样，一旦我选定的东西，我不会后悔。什么良贱之别啊，什么身份地位，对于我这种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的人来说，真的无所谓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茶无论是身在钱塘山涧，还是身在豫园，只要茶汤凝香悠远，便自然会有赏味之人。我顾千帆就想做那个人。
并没尚未被袭，但却以此为例。你愿意吗？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除非你叫我的名字。顾千帆，放我下来！嗯。千帆，放我下来！客官请。哎，把你们家最好的果子和茶饮都上上来。好。咱们又不是第一次一起上酒楼，怎么今日感觉那么别扭？此一时彼一时嘛。你笑什么笑？哼。我一猜他家的影子就没有你调的好喝。哎，也是奇了怪了。你说昨天啊，你眉毛不是眉毛，眼睛不是眼睛，那么着急要把我赶出半城里，怎么今日就变得这么温柔了？昨天是被你突然那么一说吓着了吗？后来我回去一想，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愿意跟我好，那我有什么在乎的？而且你长得好看呀，我也不会太吃亏。不好吃，长得好看呢。当然了，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，妾你将身价与，一生休，纵杯无情气。行了，行，别念了。我可不是欧阳旭第二啊！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生都守着你，爱着你，永远都不会让你背弃蒙羞的。嗯。对了，上次于中权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？还有萧青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不方便讲是吧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应该怎么跟你说。萧相公呢，他是我长辈的故交，但是他在朝野上的名声一直都是很不好，所以我跟他很少来往。上次也是因为朕今天的事情，把我逼得有些走投无路了，不得已我才求助于他。原来如此。那于中权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？这个萧相公救过我几次，就引来了他儿子萧卫的妒忌。于中权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就想用萧卫之事来对付于我。但是你放心，这些事情我全部都已经处置好了。于中权已经死了，那个萧卫我已经重重的惩治。如果他日后还敢对你不利，我第一个就会去找萧青言算账。你相信我吗？
我跟萧青言真的不可能是一路人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在想，你上次下手那么重，会不会得罪了萧相公？毕竟他救过你，也算间接的救过我。你要再为了他儿子的事儿找他麻烦，总归是有些忘恩负义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那就躲得越远越好，既不去招惹他，也不去亲近他。你觉得呢？好啊。上次的事情让你为我受了那么大委屈，对不起。没什么，反正又没真的受什么伤。而且我也想好了，和你在一起，这种事情少不了。盼儿，今日你为我受的每一份委屈，我都会记在心里。日后，我会用双倍的开心来还给你。尝尝吧。梅子姜啊，我不行啊！我一喝姜水，我全身发痒啊。这个锦荔枝也是，这锦荔枝那么苦，能当果子呀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跟个小孩似的。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摩诃乐玩。刚才那个女的是谁？应该是他的相好，一个叫半遮面的茶坊的女掌柜。跟个商女混在一起，这个顾千帆真是不知所谓。哎，衙内，您看小的没骗您吧？这顾指挥和相公真的一点也不像。不对，我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我和父亲也从不碰家。我娘逼我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也是先喝口水，才闭眼强咽。难道他真的是啊？我三弟也长得不像爹，倒和我娘一个模子。他看起来比我大几岁。那人真是我爹的下官不敢胡言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就是长子。难怪相公会。我记得父亲把以前的贴身丫鬟一家放了粮，那丫鬟虽然死了，他儿子一家还住在姑子门外。你现在就去找他，用刀也好，用绳子也好，务必问清楚，我爹和我娘成婚以前，到底和哪些女人有过来往。是。小顾，小顾，我跟里面的人打个招呼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。此处闲杂人等众多，还请司公你务必震慑。某家偶尔也要出来松散松散嘛。小顾好艳福啊！上回狱中权抓走威胁你的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此女子和陈莲是旧相识，之前被狱中权误捕过，在下与她并不认识。那这个女子是谁呀？你跟着我也好几年了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你跟女人在一起了。她如今是我安排在坊间的探查消息之人。你安排她？我怎么瞧见刚才她全在安排你呢？出双入对，把臂同桌，这可不简单啊！哼，司公好眼力。确实，
我跟此女子有几分真情，不过还请司公不要打逢场作戏，当作是情根深重，这样我会很不高兴。好，还是小姑你想得明白呀。像这种昌家从良之女，当个外室也就罢了，真要娶回家去，可不就跟那位欧阳探花一样自断青云路了吗？以你小姑这样的人才，配得上更好的名门闺女，某家以后也会帮你多留意的。那就有劳司公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能不能开诚布公谈一次？他是谁？一个朋友，要不我跟他叙叙旧，你先回去。大哥，这位就是嫂子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先去桥头那边等我。大哥，何必如此见外？当不得萧衙内如此称呼，我姓顾。我已经查到。父亲在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夫人也是姓顾。天下同名之人、同姓之人，何止千万？可父亲悉心照顾的，只有你一个。我外祖父是姬昌伯，萧家的嫡长子，永远只能是我。你若是识相，以后就滚得远。啊！我看不识相的人是你。连你父亲都不敢威胁我们皇城司，何况是那个什么姬昌伯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姓顾，跟你们萧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不会惦记什么嫡长子之位。安心做你的萧府衙内，离我和我的人都远一点，要不然我下一次再寄给萧青莲的，就不只是陆退那么简单。你怎么了？中午出去那会儿还高高兴兴的，这一回来就这样了，是不是和顾千帆又吵架了？别提他。赵娘子，哎，袁屯田来了。袁先生，赵娘子啊，你看看这几个字如何呀？果真是金钩铁画，能得先生赐墨，半遮面，蓬荜生辉。哎呦，赶紧让人去雕版去。张娘子，你这笔生意做得划算。袁先生的字是字字千金呐，啊，你把它印出来做包裹的果纸，那好家伙，附庸风雅的人还不得盯着卖呀？被您看出来了，袁屯田的字儿虽好，我的画也不差呀。哦，那是自然呐。哎，赵娘子啊，我早先呢就想问你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是从哪里搜集到这么多的名词名画呢？家父原来也颇有此好，我在江南的时候收集了一些，这些都是旧藏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大哥他明明好好的，来了你们这儿，喝了这个红光衣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有毒！你们这果子里有毒，
有毒！红果饮是我调的，怎么可能有毒？还想耍赖？你大哥应该有什么救急。你们看，这不是毒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会不会是我们买的红果被熏了硫磺？这硫磺遇到银子也是会变黑的。快走！这茶帮里毒死人了呀！走啊！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，大哥？说，好好说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大哥？你赔我大哥的性命！二位大叔，你们谁能帮我去报个官，行吗？帮我去报个官。别去，对不起，我们肯定不是有心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。我有钱，我先赔给你50贯、100贯都行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把命赔给我大哥。二位好心的大叔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去报个官，把这些杀人凶手抓进大牢里。我求求你们，哎呀，这个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这臭人，你想演是演不住了，我们只能报官了。哎呀，就别愣着了，查查哪儿出了纰漏，待会儿官差来了，好有个分辨呐。你想想，会不会不小心混进耗子药了？不能报官，报了官就都完了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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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一醒！你又拿红果饮干嘛？帮我制住他。哦，走。他这活泼什么呀？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。反正都得赔命。认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嘛？张嘴！既然有毒，那大家就一起死。反正杀一个也是杀，杀2个我还赚1个。三娘引章，关门。哎，这怎么还关门？干嘛呀？这是啊！死人的眼睛是不会动的，让我看他死透了没。哎，往哪跑？哟，还诈尸了？这是假的呀！这不是诚心讹人钱吗？自己大哥死了，一不试探鼻息，二不把脉，三也不急着请大夫，赔钱也不行，非要抓我去报官赔命。说吧，谁让你们这么干？说，东东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醒，刚才我就是喝你们家的饮子就吐血了，别以为我好人。那就再喝点。那你再多吐点，给他喝。我刚才在里面加了一味蛇草花，死不死人是不知道，但是和红果饮混在一起就是哑药。半个时辰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你们这一辈子都别想再说话了。解药在我手上只有1份，你们2个谁先说就给谁，不然我就扔到汴河里。1、2、3。我说，我欠了别人的钱，那你逼我还钱，我没钱还，他就让我来这儿捣乱。你骗我！
你跟我说是他们打断了你妹子的腿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是姓高还是姓肖啊？指使他的人是码头的八爷，但是给八爷钱的是个女的，40来岁，应该是个富贵人家的陪房妈妈。等等，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女人是富贵人家的陪房妈妈？我见过她的脚，她的脚又肥又宽，鞋子的布料不好，花色老气，一般主子家是不会穿这样的鞋。还有很大的马车可以坐，还可以支使人，所以她不是陪房，就是养娘。挺机灵的呀，会写字吗？会写。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写下来，按上指印。来，到这边写。官差到了吗？快写。二位啊，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半遮面是被冤枉的。是。如果之后再有人说造谣咱们的食物里面有毒，还请二位老人家多帮咱们说说话，感激不尽。客气了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是啊。我们俩刚才没看明白，你不是给他们喂了哑药了吗？不过是冰片加了点水，一开始有点拉嗓子。看看他们俩多能说，现在。哎呦，这真是临危不乱，智计百出的赵娘子啊！看你们两个年纪不大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你们快走吧，趁官兵来了之前。哎，是。等等。女孩手上不能留疤，去买点金疮药。哎呦，哎呦，谁把我拿开来？各位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是误会。先生，没事了。您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喝杯茶吧。不用了，没事我们就走了。啊，辛苦了各位啊，辛苦了各位。三娘子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多谢先生。告辞。赵娘子告辞。是高慧的乳娘江氏做的。她之前一直在门口，准备看你笑话的，后来发现苗头不对，就赶紧跑了。果然是高家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们一定会针对你。高慧行事狠辣，她乳娘也没少仗着她作威作福。我不是让你去周朝桥头等我吗？怎么你又回茶坊了？你是不是嫌我在路上耽搁了？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长辈。你说过要真心待我的，对不对？自然是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刚才拦你的那个人是谁呀？他是萧青言的儿子萧卫。你居然拿萧卫来搪塞我！如果你是真心待我，如果他真的是萧卫，他害过我也害过你，你肯定恨他入骨。可是你看他的眼神，还有他跟你说话的语气，显然不是仇敌。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不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不是，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他真的是萧卫。哎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他是谁，我只关心你对我的真到底有几分。如果你对我
说我愿意娶你只是逢场作戏的话，我一点都不想奉陪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高家的事不用你管。干嘛？是雷司公让我找你回衙的，说有急事儿。还有萧相公派人过来传话，说他不日就要进京，想请您去他别庄小婿。你搜集的那些证据，的确能让雷霆伏法。可是说到底，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。我们清流真正的大敌是萧青言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官差那边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在琢磨，谁是陷害我们的幕后主使。我看那个人躺在那里，我差点真以为咱们家红锅影出了问题。潘二姐，你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？原来在钱塘的时候，我就被人讹过呀。那你猜出来谁是幕后主使了吗？高家。高家。居然能想出这样的毒计，那要不要赶紧告诉顾副使？不用。什么不用啊？你又想自己一个人扛啊？那可是高家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与其这样等他们一个虾兵一个蟹将的来找我们麻烦，不如直接对上正主。今天是16，对吧？你们看着店，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去找高贵，那可不行。他万一派人对你怎么样，那该怎么办呀？我心里有数。听说贵店最近正在重金求购一幅南唐名家徐熙的画作，我这正好有一幅。好，我看看。姑娘稍等。官人，您吩咐要找的徐熙的画作有信儿了，有个小娘子过来卖她的《鹤竹图》，看看。卖家就在楼下，您要不要鉴赏一件？转。你这个徐熙的《鹤竹图》打算卖多少钱呢？1文不要。妾身之所以斗胆献画，是因为想在高观察面前稍作陈情。钱塘赵盼儿曾与欧阳旭有过婚姻之约，在此能得见高观察的尊容，不胜荣幸。你跟欧阳旭有过婚约？正是。3年前，他落地流落钱塘，是妾身在湖中救的他，供他读书深造，上京重考。他也曾许诺妾身奉官辖配，
可是如今他功成名就，却将妾身秋善见捐，而他本人却做了高府的东床快婿。那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自从妾身知道欧阳旭离京的那一刻起，妾身便觉得会与您有一面之缘，于是早就做了准备。妾身以为，您虽是勋妻之孙，但既然想招欧阳旭为婿，多半也雅好诗书。于是妾身便四处打听，得知您每逢巡六，便要到这儿来买书看画，还吩咐过这儿的掌柜替您找寻南唐徐熙的画作。而妾身之前在江南做小生意，正好也收藏了一些名家画作，于是便用其中的2幅跟一位藏家换来了这幅《鹤竹图》，才有了能拜见您的敲门砖。你胆子不小。妾身行事，无一有违律法，无一不可对人言，所以无所畏惧。倒是高观察，怕是已经麻烦不小。欧阳旭有负于你，与我何干呐？这种见利忘义之徒，和我高家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想告他也好，闹也罢，你自便吧。若高家已与欧阳旭无婚约，何以令爱的乳母还要下毒手害我？因计生恨，讹诈构陷，交通官衙，想毁我名誉，卷我入官非。高观察，这就是高府上的家风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妾身在马行街开了一间茶坊，今日呢有人闹事儿，被我查出来之后，写了一份窃结书。窃结书上面幕后的女主使就是贵府上的乳母江氏。一无人证，二无凭据，就凭着捕风捉影的窃结书，就诬陷我高氏？我一无对外宣扬，二无诬陷勒索，何谈陷害？此事是真是假，您一查便知。我赵盼儿对天发誓，自从识破了欧阳旭的真面目，便与他已无瓜葛。此番前来呢，也并非有与贵府作对的意思，只是想给您提个醒。您的掌上明珠是大家闺秀没错，可是万一下人不懂事儿，自作主张呢？您是朝廷命官，清誉2字，在您心里重如泰山吧？你在威胁我？妾身不敢。妾身之所以斗胆前来，为的就是想请您约束一下下人，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哦，我忘了告诉您，这份窃结书是抄本，正本在开封府衙外我姐姐那儿。若是2个时辰之内我没有平安回去，她就会地状鸣冤。你用哪2幅画换的这幅《鹤竹图》呢？黄居彩的《锦鸠图》，还有关同的《山西图》。啊，你说你是做小生意的，怎么会有这些名家画作呢？汪伦一介村人，犹能慕李太白之诗作，妾身虽是祸骨，自然也能有丹青之后。丹青之后，你长得不错啊。
说话言行颇有些道理。这个欧阳旭是犯了哪门子糊涂了，居然弃你而去？因为妾身曾属贱籍，妾身深知自己的身份与府上的女公子有着萧壤之别。即便曾经为欧阳旭的翻脸无情而愤恨，可是如今早已化作流水。高观察啊，妾身已与欧阳旭恩断义绝，如今我们姐妹几个在东京，只是想一起安安静静的做个小生意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图。哎，那日问过欧阳旭，可有婚约？他回答无有。啊，像我们高家，那绝对不会做巧取豪夺之事。更何况，你这样一个弱女子呢？那多谢高观察，告辞。你等等，欧阳旭对你翻脸无情，他可曾为难过你？他买通乡吏，诬我勒索，想赶我出京。啊！但是你还是留下来了，还开了一个茶馆，你就不怕他日后再找你麻烦？也不是没有这个担心。啊，既然担心，你何不入我府中呢？啊，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欧阳旭再也回不到东京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为难你了。啊，像你这样聪慧的女子，怎么能在外边抛头露面呢？反茶为生，哎呀，值得金屋藏者。高观察此言差矣啊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此偷听？皇城司，高观察，请放心，我刚才只是在那边等候，并没有听到您的任何秘密。只不过，卓金乃是一介无知妇孺，聪慧二字恐怕是担不起吧。卓金，你刚刚与欧阳旭恩断义绝，这么快就搭上了另一个？哎，比不上高观察绑下卓旭来的速度快。在下皇城司副使顾千帆。啊，你就是顾千帆呐！正是。啊，小娘子好福气呀！多谢高观察，如果日后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吩咐一声便是。哎呀，不是客气了啊！大喜之日，我还要讨杯喜酒呢。荣幸之至。小娘子，欧阳旭此生定不可回京城了。这份新婚贺意，你可满意呀？我家官人满意，我自然就满意。告辞。哎，那画我收了。深补水，细毛孔，焕透亮。麦吉丽精粹平衡水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加贝艾特羊奶粉突破10大喂养效果，给宝宝更好的营养。加贝艾特邀您精彩继续。两位慢走。哎，高下马车。哎呀，刚才还一口一个官人叫着，现在转眼就不认人了。你这个便宜占的倒是。你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还跟我撂狠话，说以后都不要我管。
要不是我今天多个心眼跟着你过来啊，搞不好你现在已经成了那个欧阳旭的便宜丈母娘了。我只是一时失察。卓氏先生他们说，姓高的为人正直，谁知道呢？对我们皇城司的人来说，一时失察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死。你也不想想看，一个一听到自己女婿做了公关官，马上就退婚的老匹夫，他能正直到哪儿去啊？张盼儿，你不要每次一跟我闹别扭就做一些让我提心吊胆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今天万一那个老匹夫起的不是色心，而是杀心呢？他叫人把你绑起来丢到汴河里去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了水鬼，我以后怎么办啊？顾兆氏，你瞎胡说什么啊？我说顾兆氏啊，我有说错吗？我说要娶你，你也答应过，你自然就是顾兆氏。我不会给你做妾。如果我要纳妾，我需要用“娶”这个字吗？我的意思是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。我要让你当我的正头娘子。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生气，经过陈莲的提醒，我大概是了解了。你是不是在茶楼的时候听到我跟那个男人说话了？是。我听到你说跟我只是逢场作戏，还感谢他们给你安排的名门婚事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雷静，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是一个收了郑青田20万贯想要我命的皇城司使。我能跟他说什么真话？还说什么总北棋不能休？现在只不过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，你马上就开始怀疑我。你的胆子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大。是，我知道你被一个男人伤过，你现在很难交付真心给别人，所以一有什么委屈，你从来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说，只能拐弯抹角的自己生闷气。归根结底，你就是不想别人瞧不起你，所以你拼了命的要嫁给进士当进士娘子，你拼了命的要在东京根深立错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赵盼儿，其实没有人瞧不起你，最瞧不起你的人就是你自己。顾千帆，怎么？我说错了？恼羞成怒了是吗？是，我是自卑，我是不相信你。那是因为我想要的，不是嘴上说的一时情浓，是一生一世。你求婚许诺的时候，我是挺开心的，可是你清醒过来一想，一个皇城司的副使，怎么会娶一个剑气从良的？你会后悔吗？是不是我现在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？好，这里有3张地契，4把钥匙。我为官12年，所有的家当都在里头了，你收好。你现在想不通没关系，回去以后慢慢想，我担得起。哎，顾千帆，等等！哎呦，哎呦！啊！下次装也装得像一点啊。对你管用就行。你真的是真心的，真的愿意对我明媒正娶？
还记得那晚我们在华亭县喝酒吗？我想，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后来在暗牢里，我看到你平安无事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想把你娶回家，好好保护你。你不是一直想当进士娘子吗？我怎么说也是2甲进士，嫁给我不吃亏。那你的仕途呢？你不要你的官声了。我的名声好听吗？你现在随便抓个人过来问一问，一个皇城司的库里，和一个曾经在教坊的歌妓，谁更讨人厌？这次是你主动的，想好了？君不负我，我必不负君。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给我点时间让我解释，好不好？萧薇的事情呢，我是真的没有骗你，只不过我跟萧家的关系太过于复杂，又跟皇城司的公事牵扯不清，所以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我可以不问萧家的事，但是我真的太不了解你了。你可以随意调动你的手下，把我的一言一行查得清清楚楚，而我只能被动等着你出现。谁是你的朋友？我们好了之后该防着谁，避着谁，我都不知道。顾千帆，你有这么多秘密，我不知道你一个进士是怎么进的皇城司。除了你的名字，还有你的武功，我几乎对你一无所知。以前是以前，以后我会把我的事情慢慢都说给你听。